末影开了一点汤药，外敷内用的，你的伤能好得快点。药太烫了，凉凉再喝吧。烫？你是怕烫，还是怕苦啊？正好，前几日在厨房偷了点糖，本想自己留着打牙祭的，既如此，我就大方的献给你。先前在森林崖边，我说想跟你厮守白头，你并未认真回答我。你我心意相通，情深意重，我在想什么，你肯定清楚。既如此，你对未来有何打算？准备何时娶我过门？成婚之后如何称呼彼此？准备生几个孩子？孩子长大了，谁陪念书？谁教舞剑？老了以后是在城中买个大宅子，还是归隐山林？将军果然豪爽，这些话，寻常都是男子说出来的。想娶你。但我总得买房置地吧？虽说你可能不在乎，但我好歹得租得起8抬大轿才行吧？再给我点时间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还没有什么松快的时间。太子接在府中，想来也没什么危险。不如找个机会出去走走。将军的脑子里平时都是保家卫国，今日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啊？先前一直忙着太子的事情，是我忽略你了，你也得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弥补一下。我不想日后回忆起来，尽是遗憾。这里人来人往，你不牵紧我的手，把我弄丢了怎么办？你是黎将军，这众目睽睽的，我哪敢造次啊？有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有一天，我们也变成平凡男女，生活被柴米油盐浸染过，是否能像他们一样，还能记得乍见之欢？初见时还有些许的狼狈，所以忘了也罢。我。断鳌为登，年少成名名垂垂。太君骠骑大将军李卫，战功赫赫，终有无双。怎么是李大将军啊？是我父亲。段鳌登又是谁？就是姚国前主段敖泽的弟弟段敖登。当时鹿城之战，两军厮杀正酣，安南王临阵消失，姚军突然乱了阵脚，随后听闻姚帝暴毙。休走，看那枪！
静安，静安，你怎么了？所以，最后姚人军心溃散，长风军大获全胜。不愧是李大将军，国之上将。反起战事，无论结局如何，都不是父亲愿意看到的。那场战争，双方死伤惨重，尸横遍野。从古至今，所谓的战争都没有真正的赢家。有空再来啊！哎，二位看得尽兴，杀个3瓜2籽的，小人好养家糊口。嗯。这也太多了吧，小人哪能受得起啊？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的话，要不送我们一个皮影如何？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倒是大方，一掉钱就买个皮影。眼巴巴看了许久了吧？这么喜欢，送你了。为什么？你总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可能因为我只有一颗心，而我这颗心呢，又恰好只在你这儿吧。那等你到了武陵山，心也会在我这儿吗？若不是我逼莫影说出实情，你打算瞒我多久？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，我不想让你再担心了。所以，你打算等一切结束，就不告而别，独自承受这一切？那天在山崖上，你跟我说，不必事事自己硬扛，因为有你在我身边。怎么，在你心里，我就这么软弱，不能陪你一起承担吗？我先前没和你说，是因为我也不信。直到那天力王登门，我发现我果然失控了。我狂性大发，也让你出现了反噬的症状。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况且有陆心在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莫言就是武陵山人，他都没办法，陆心又能帮得了几时？再说了，要是取玉玲珑的时候出了什么岔子，伤到了你，怎么办？所以，你打算一个人跟他走？玉玲珑离体，过往的一切记忆都会随之烟消云散。你独自离开，就等于跟我诀别。过去的一切，那些承诺，都不作数了吗？我跟你之间有血气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我就陪你一起上武陵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涉险。可我是你的血主，只有我在你的身边，才不会让你失控。
眼前的海清晰的纹路，散落着一明星的你曾跟我说过，以我生同时，死同学，这么快就要反悔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，以后也不会。无论结局好坏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就都没有遗憾。就算你真的失去了记忆，我也会陪着你，重新让你记起我。你看，这个还可以这样摆。不是，这样。太子的事，你当真这么决定了？眼下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将军府，我们周围一定都是厉王的耳目，想要保全太子，骗过所有人。这场戏必须演，云京是不能回了，我会找一处安全的地方，把太子送过去。活着要紧。虎毒尚且不食子，身为一国之君，手段竟如此卑劣，简直可笑。所以，我们才要守住太子，守住太京最后的希望。希望他能懂你的苦心。太子的事我听说了，有什么消息吗？沿途各处都搜遍了，不仅是太子，整个车队就像消失了一样。会不会是迷路了？随行的士兵都是精挑细选的，对路程地形再熟悉不过。我已经增派了人手，扩大搜索范围，一定要找到他。你打算亲自去找？事情是因果而起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既然他们沿途搜索，那我们可以找找崎岖的地方，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。嗯。
足迹的方向好像去往那边了。我们走。脚步的痕迹到这儿就没了。我一直在想，那些操控嬴政的人一直冲着你，为何这次会牵连太子？可能几次三番输给我，心有不甘，所以想利用太子一搏，逼我出来吧。我在想，太子殿下原不该承受这么多。一直以来，父亲虽然待我视如己出，但我深知寄人篱下，说话做事都应该有分寸。我知道你怕贪嘴吃多了影响练剑，所以我特意叮嘱了宫玉少放了些糖。旁人以为我处处为太子出头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，太子殿下是我那个时候唯一的朋友，如今却因为我的思虑不周，害他身处险境。后悔也没什么用，我们还是先快点找到太子，往后我再做打算。伤口先处理一下，要是疮疡了，太子没找到，你又回不去了。所以你的打算是什么？你知道他们目标中有一个悬疑客，你怕我涉险，所以打算一个人扛下所有。你不得已放走太子，心中有愧，帝王又赶尽杀绝，你避无可避，所以你打算放手一搏。你想的我都知道，我也都会帮你一起做到。你最近神经紧绷，连个囫囵觉都没睡过。双儿，你身边还有我，你愿意为我豁出性命，我又何尝不愿意为你？我不希望任何人丢掉性命，我只想结束这一切，和你一起厮守白头。我看传记卷子里，那些姑娘都是稍微受一点伤就哭得梨花带雨的，你倒好，被划了这么多道口子，硬是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更别提哭了。自踏入陆城起，我就不再是什么深闺女眷，我是长风军的将军。我没有时间，也没有资格软弱。但我和他们不一样，你是所有人的将军，但是是我一个人的双儿。没关系的，无论是我或者茂林皎月，都不会知道。
以为你是脑散毒发，不知道死在哪儿。太后没有旨，属下不敢死。我已将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不但银藕尽在掌握，就连太监的2位皇子也都在我的摆布之中。太后，眼下太监皇帝将死，那2位皇子困于内斗，自相残杀，用不了多久，太尽必乱。你要相信我，等到那个时候，那太监的江山岂不是唾手可得？而且，以你我的能力，一个大窑算得了什么？我要许你的是整个天下。谁许你穿陛下的旧服？脱下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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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多年，我是怎么想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为什么不能答应我，哪怕就当个替代品？你配吗？属下告退。殿下，在榻上找到的，像是那人送来的消息。初9夜，郊外密林，烟火为号。明天便是献祭之日，也是最后做决定的日子。这酒是我从京中带回来的，原本是想留着婷儿接管长风军的时候再喝，现在不用等她，你有口福了。
今天的事，开弓便无回头箭。选择保他，就是要站在皇帝对面。此中利害，你可想好了？心向无极，杀死无道。所谓的献计，传出去，本就会扰乱民心，圣上不敢下明旨。想来对簿朝堂，也不会说破。传出去，也是我长风军恪尽职守，拥护储君。你替所有人都想好了后路，除了要把自己豁出去。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殿下，夜深了。当日父皇立我为储，我还以为他终究是在乎这父子情谊，只是因忌厚望而不宣于口罢了。其实我早该想明白的，几十年的漠视，岂会轻易改变？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送我去死。厉将军从前颇重情义，或许也不会真的弃您于不顾。还有静安，他们的确给过我承诺，可结果呢？不还是背信弃义？如今清醒，我唯有自救。生死由人，怎么选都是下策。与其受制于人，倒不如逆天改命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就穿着这一身铠甲，当时觉得，这天人之姿，兴许是仙人下凡。我当时分明是狼狈不堪，倒是你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，一直奋力护我。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感觉好像过了好久，像过了几世一样。以后，我更想过普通人的日子，相濡以沫，永远都不会分开。等过完这一关，我们一定会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。将军，怀恩求见。见过将军，殿下接过将军近日辛苦，所以让小人前来，请将军过去同乐。殿下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回去告诉殿下，我还有要事要忙。小人只是奉命传话，还请将军不要为难。殿下诚意相邀，将军又何必负了殿下的好意？此外，殿下还特意叮嘱，静安公子劳苦功高，务必请一同前往，以表谢意。既然殿下盛情难却，那我也只好奉命行事。这个孙牧阳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是想着纵性享乐？太子如何尚在其次，只是离霜不肯轻易放人呢。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本王都已经说尽了。是，他若还是执迷不悟，那就留不得。即使将至，
人手准备的如何？一切准备就绪，只等殿下下令。我的好弟弟，不会让你死在祭坛之上，你只能死在我的手里。太子，喝点酒吧。来，太子。行了。殿下，你们终于来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请两位贵宾上座？哼！你们两个怎么不坐呀？殿下大病初愈，即使玩乐，也不宜纵意，应该保重身体才是。天亮之后，便是我的死期，还谈何珍重？这过去的20几年里，我每日都活得心惊胆战，谨小慎微。如今看来，竟全都虚度了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恣意放纵，彻底快活一回。所谓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啊，对了，小双，我记得儿时，你的舞姿也是一绝。今日难得高兴，不如你也干脆一展舞技，助助兴吧。将军的一身本领，是保家卫国用的。殿下的要求，是否有点强人所难呢？保家卫国，你这意思是要抗旨？只要本宫还活着一天，就仍是太子之尊，无论说什么都是储君谕令。你敢违抗，便是大逆之罪。将军这是何意？既然殿下有如此雅兴，那末将也只好献丑。
东方娘子一舞动天下，今日将军完全不逊于昔日的东方氏。上酒。这杯酒，一是敬这段时日以来，二位对我颇加照顾；二，敬你我少年时光，如今虽不能改变，却此生不忘。怎么？你们还怕我在酒里面下毒啊？谢殿下。将军，厉王大人进来了。该来的总会来。所有人，跟我来。等等，能否让晋安留在我的身边？这样，至少我能安心一些。我奉劝你们，还是交出苏牧阳，否则我便推平这将军府。今夜以此剑为界，无论是谁，过之即斩。住手！不自量力，黎将军不会以为你的悬疑客还有本事救你吧？外面杀声四起，你倒是能沉得住气。我现在身在将军府，大家便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黎霜不想让我死在路城，牵连黎家。为了保全自身，他自然会拼了命的把我保住。你真以为双儿多次拼了命救你，只是为了保全黎家和长风君吗？我曾经也是这么以为的，但你们怕引火烧身，弃我如敝垒，我便明白，这场梦该醒。我明白，当初你帮我，只是因为黎霜，如今时势变了，自然也要帮他丢开我这个累赘。要真是这样，何必让我换上你的车驾，去迷惑厉王，直接把你绑到厉王面前不就好了吗？
双儿百般筹划，拖延时间，就是为了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起码躲过一劫要。此刻，他还在外边，为了你的性命跟别人厮杀，而你呢？你在怨怼他。我视线于你，无可辩驳。但双儿行事总是多有无奈。你和他一起长大，他把你当作唯一的兄长，唯一的朋友。别人不懂他，难道你也不懂？父亲，只是恐怕这一切太迟了。